Hello， 大家好。上个月我的频道分享过一个加拿大皇家银行对2021年房产市场的预测。皇家银行预测，在基本的情况下，2021年加拿大的房产价格将上涨 0.6%； 在最佳的情况下，2021年加拿大房产价格将上涨 6.1%； 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创下近40年来最大跌幅，加拿大房产价格将下跌 29.6%。今天，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部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发布了一个最新预测报告。这个报告比上个月皇家银行的预测要乐观得多。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论看空的消息还是看多的消息，我们都应该了解一下。今天这个视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报告。首先声明一点，以下内容主要是分享报告的观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霍格这个报告认为，2021年加拿大房产市场价格有望实现创纪录的一年，价格和需求将持续2020年的势头。2020年疫情改变了人们购房行为，许多购房者转战郊区，同时移民增长停滞不前，导致大城市租赁市场低迷。疫情救助政策使很多家庭储蓄增加，疫情的二次爆发也没有降低房产市场的热度。预计疫情大流行将在2021年继续，房产价格也有望在这一年再创新高。报告预测，全国基准价格将上涨 8.4% 至 66.9 万加元，房屋转售市场将增至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强劲的水平，上涨 6.5% 至58万8300套。他们预测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迎来价格上涨，直到2022年房产市场才会出现降温。在降温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供应不足，加上大流行引起的市场波动正在减弱，利率小幅上升，以及可承受能力的削弱。总体而言，2022年房产市场将会软着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可以减轻这种风险。只要疫情仍对经济构成威胁，就不能排除房产市场在2022年或者是更早的时间降温。尽管房价在整个大流行中一直保持正常的水平，但步伐明显加快。全国总基准价格在2020年上涨了 8.5%， 几乎是2019年 1.8% 的5倍。在供需紧张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在2021年保持 8.4% 的增长，价格将在2021年中逐步走软，不过仍然为2022年升值 3.9% 奠定基础。价格上涨预计在2021年大多数省份保持坚挺，从而使安大略省房产价格上涨 9.6%， 魁北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9%， BC 省的房产价格上涨 8.6%， 新斯科舍省的房产价格上涨 8.3%， 爱德华王子岛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9.5%， 在2020年坚实的涨幅基础上进一步巩固。然而草原省的前景不容乐观。尽管皇家银行预计阿尔伯塔省经历了近5年的价格下跌后，今年可能会上涨 0.9%， 他们面临的经济挑战可能继续压低价格。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是加拿大皇家银行预测2021年房价连续第6年下跌的唯一省份，他们预计今年将下跌 0.4%。 报告显示，供应不足将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因为去年的强劲需求清理了很多地区的库存。相对于10年平均水平，2020年后期，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大西洋省的大部分地区活跃房源下降了 50% 至 61%， BC 省则下降了 29%。 由于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除了市中心的公寓外，买家将在2021年继续面临激烈竞争。报告认为，2021年进入市场的卖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具有强大的定价优势。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市中心公寓的价格可能会保持持平。在创造了创纪录的2020年之后，全国房屋转售量上升了近 13%， 达到了55万2300套。预计2021年房屋转售总量更为强劲，达到58万8300套。推动转售总量的因素有史上最低利率、不断变化的住房需求、居高不下的家庭储蓄以及消费者的信心高涨。报告还预计，在2021年后将进入一个逐渐降温的时期，在这一年，房产市场会趋于缓和，因为供应不足将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制约因素。
大流行引发的住房需求变化将减弱，贷款利率将略有上升，支付能力将大幅下降，从而使需求降温。移民增速下降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到2022年底，以上这些因素把转售量控制在接近51万5千套的水平。预计 BC 省和阿尔伯塔省的转售增长活动最快，分别达到 17% 和 12%， 反映出几年前的失地进一步回收。因为这些省级市场在2020年之前出现了下跌，预计其他大多数省份增幅将较为温和。从曼尼托巴省的 1.2% 到新斯科舍省的 5.8%， 供应紧张将是阻碍加拿大中部和大西洋省份增长的一个特殊问题。这个报告还分析了房产市场的潜在风险，预计利率在2021年仍将保持低位，长期来看，利率将在今年开始小幅攀升。报告提醒，当利率处于今天这样的最低水平时，不需要增加多少利率就能提高偿债成本。哪怕利率稍有上升，也可能迫使许多买家退出。任何突然的更大幅度的利率上涨都会对房产市场构成风险，还有一些其他风险需要警惕，包括疫情大流行和移民减少。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削弱住房需求。移民的暴跌严重地影响了租金，并影响了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的公寓市场。过去10年来，强劲的移民增长一直是住房需求的巨大来源。这个报告还警告，如果出现房产市场过热的迹象，可能会促使决策者通过收紧法规或施加新的限制措施来给市场强行降温。就像疫情大流行一样，加拿大的住房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不可预测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以上就是 RBC 今天发布的报告。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切的乐观预测都是建立在对疫情、疫苗、经济复苏乐观的基础之上。在前天举行的加拿大银行首席执行官会议上，道明银行首席执行官巴拉特认为信用危机即将来临，一些消费者将在2021年下半年甚至2022年遇到信贷问题。蒙特利尔银行首席执行官怀特表示，他预计未来2到4个月将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加拿大顶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一致认为，加拿大经济复苏取决于加拿大的疫情控制能力，而疫苗将是关键。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说，在重新开放经济之前，至少需要400万加拿大人接种疫苗。截至昨天，加拿大疫苗接种量达到387899剂疫苗。虽然这个数字相当于加拿大人口的 1.02%，但这并不代表已经有超过 1% 的加拿大人接种了疫苗，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接种者接种了2剂疫苗。加拿大达到目前的疫苗接种剂量一共用了29天时间，按这种速度还需要5800天才能为每个加拿大人接种2剂疫苗。根据数据世界统计，加拿大的疫苗推进速度落后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美国推进速度是加拿大的 2.7 倍，英国推进速度是加拿大的4倍以上。加拿大的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房地产。2020年第3季度，加拿大住宅投资占 GDP 的 9.43%， 高于去年同期的 7.71%， 这是近60年以来的最高比率。再看看加拿大的邻居美国，住宅投资在2006年达到了占 GDP 的 6.7% 的峰值后，目前的比例呢，仅为 4.3%。当资本只热衷进入房产和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埋下了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的种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相关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